国居然呢是把一家公司收归国有，这背后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商业逻辑呢？英国换了新首相，可以把英国的经济救起来吗？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聊未来投资人啊，你在看一个你的投资计划，你在看你的商品的时候，你可能要用一个全新的眼光，因为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了。好，我们要从哪里说起呢？从英国最近的一个变化开始说起啊。英国最近呢，话题很多啊。首先，他们换了一个新首相，再来，最近呢有一个非常引发，特别是在中国引发大家讨论的是，中国有一家公司啊，全资的持有英国钢铁公司，但最近啊，英国政府居然呢管你是不是私人拥有，我把这家公司收归国有。好，那当然呢，这件事情啊非常挑战大家对于英国的一个印象，大家会觉得英国不就是一个这个自由地方吗？民主的地方，然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等等等啊，西方国家不是最会来这一套，我们要重视契约精神啊，怎么会有一天契约一点都不重要？国家下一个法令，这家公司我要了，它就收归国有，而且连赔偿都没有。所以呢，你就说了，那最近英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就好好带大家来看看啊。首先来看啊，英国最近的困境，应该说英国从脱欧之后就没好过，就是一路往下，对不对？一路向西。一路向地狱。好，那我们看到英国其实在今年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年份，因为脱欧公投今年2026就是10周年，所以呢，其实近来你看到在英国街头，大大小小的、多多少少的，他们都有说他们希望可以重新回到欧盟啊，觉得脱欧啊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等等哦。那当然呢，这个对于脱欧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英国人怎么看？每年都会做民调，今年的民调很有意思，我要跟大家分享。特别呢是在今年，你看到大家做了一个民调，赫然发现有48%的英国人，他们觉得脱欧脱错了，他们觉得脱欧之后英国的发展比他们预期来得更糟糕。这个同样的问题问了10年哦，5年前问这个问题，你觉得脱欧之后英国有比你预期的来得更糟吗？5年前的数字是28%，今年10周年48%，哇，越来越多人觉得脱欧脱错了。然后呢，美国也去帮他们算了一笔账，他说脱欧之后啊，英国的 GDP 大概呢下降了6%到8%。经济成长率你看暴跌，然后呢，他说脱欧之后，他们的投资啊下降了12%到13%。你看这个外资都不去投资了，觉得你这个国家很奇怪，对不对？好好待在欧盟，大家一起手牵手、心连心，一起努力，不好吗？你非要自己做的比较香吗？你看现在不是很惨吗？好，然后再来呢，他们的生产力也下降了3%到4%。所以呢，你几乎看所有的这个经济指标，脱欧之后的状况都不好，也难怪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英国经济前景，哇，真是打很多问号。而且你看英国脱欧之后啊，哇，那个换首相的速度之快啊，感觉是好像没有什么英国人扛得起这个重担呢。脱欧这个烂摊子太烂了。没有谁拿出一个很棒的方法说，来，我力挽狂澜，来，我带着大家脱欧不用怕，我带着大家往更好的地方去，好像没有。好，那无论如何又换了一个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做的行不行。好，那这位新任的首相呢，叫做这个伯南不是柯南伯南。好，那伯南呢56岁，他过去呢曾经是这个卫生大臣，然后呢他有一个封号叫做北方之王。为什么？因为呢那个时候在 COVID-19 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带领着他领导的一个这个地区啊，然后杠上中央去要求补助，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哇，他很有 guts， 是个男人，好，所以呢叫他北方之王。好，那他现在他当了首相之后呢，他马上提出10年经济计划。好，那这个10年经济计划呢，他说他要重新的
把这个英国人民从地狱拉上来。那他为什么形容这个英国人民住地狱？因为英国现在的生活成本节节攀升，通膨非常的严重，然后呢，这个生活成本很高嘛，所以痛苦指数就会很高，然后对于这个政府就会非常多的不满。那也可能因此这个首相一个接着一个换，因为英国人民没有满意任何一个。即便是现在这个柯南先生啊，不是伯南先生啊，他要来当首相了，但是还是有很多英国人民啊，他都还没开始当，就说哎呀，我不喜欢他啦，哎呀，我不信任他啦，我不觉得他可以做得多好。但他的10年经济计划，我们要来看他怎么做嘛。他首先说啊，解决人民的一个这个生活必需品很贵的一个问题，他就要把一些东西收到国家控制底下。听清楚，他要把一些这个人民生活必需的一些东西啊，收到国家控制底下，他才有本事去控制它的价格嘛，对吧？不然你所有事情都市场机制，那当然啦，商人将本求利，我一定要卖很贵啊，我一定要赚大钱啊，对吧？所以呢，他说他把一些东西啊回到国家掌控底下，那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水啊，比如说电啊，能源啊。大众运输工具啊，交通啊，这些东西，他说我要重新握回手上。听懂了，听懂了哦。好，那大家也非常好奇哦，那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哦？他2018年曾经访问中国，那他其实是一个务实派，所以他没有那种非常清楚的立场，说，哎呀，我很讨厌中国，我跟他势不两立，然后我很讨厌这个美国，跟他不喜欢，也没有，他很务实的一个人哦。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观察他接下来他到底怎么做，因为呢，在这个英国过去他的一个选择就是他希望脱离欧盟之后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市场或经济伙伴，他找的是中国嘛。那当然呢，这个经过这几年下来，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效嘛。好，那就我们来看这个新的这位伯南首相他会怎么做嘛。好，但无论如何，现在看起来呢，他在上任的这个首相之后的第一个决定做的还是靠在美国的肩膀上。好，那当然呢，这个军事靠美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嘛，所以呢，他做的决定就是继续让美军可以利用英国的基地。那美军为什么要用英国基地？当然就是他正在对伊朗作战嘛。所以呢，在这个中东情势没有这个明朗之前呢，他就是继续批准让这个美军可以利用英国的这个基地哦。好，那当然呢，这个英国美国之间呢，当然有非常密切的，他们都是这个五眼联盟嘛，那他们在军事方面上的合作，那当然是会持续下去的。这是他在上任之后第一个的外交决定，就是继续把美国的手给牵起来。好，那当然呢，我们刚看到了，他说他未来10年经济计划就是要把这些跟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这个业别、企业、产业都要握回自己的手上。于是乎，我们就带您看，就在2026年的7月中旬，英国政府啊，它这个端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叫做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好，那就这个法案呢，就是我刚说的，把一家中资，它是全资拥有的这家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好，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呢你是学过经济的，你看惯了过去呢这几十年来的这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你会觉得这不可思议啊！你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只会发生在那种集权国家才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可以这个政府说我要这家企业，我就是我的，你管你的，这种事情你会觉得不可能在英国发生吧？它就发生了。好，那当然我们就来好好来看一看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嘛。这家公司英国钢铁公司啊，其实它在英国呢是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公司啊，它是在1967年就成立。那当然呢，当年它也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公司，英国钢铁公司。你看到它会挂英国嘛？那当年当然也是国有企业嘛。那这个英国钢铁公司，它曾经在当年，它负担了全英国钢铁生产量的90%，它聘用了26万个员工，你就看到它的重要性。那当然呢，这个1967年成立的企业，一直到今天，历经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转变，比如说它私有化，那比如说它也面临到了它的经营不善啊，然后面临到非常严重的亏损等等等啊。所以呢，它其实啊，在这个2019年那个时候，它面临到了每年非常大的一个亏损。然后呢，英国政府啊是这个端着这个烫手山芋，很烫手啊，全世界找买家，有没有人要救它呀？到处兜售啊。然后呢，是把他们的这个当初的国营企业到处兜售。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
那白衣骑士，对不对？白马骑士，救世主从天而降，那就是中国的这家企业叫做敬业集团。好，那个时候的英国钢铁公司啊，就是每天一开门做生意就是亏100万英镑，就是这样一直亏钱，一直亏钱。然后呢，这个大家也都是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没办法救。好了，那这个中国的敬业集团来了，他说好，我救好5000万英镑啊，我买，然后这个债务我承接，我来还。好，然后呢，那个时候哇，他的负债也是很惊人呐。但是呢，敬业集团哇，这个很厉害，你知道中国人就是非常厉害哈，就是很会这个节省成本，然后呢，所有的事情让它制度化，然后呢，让它马上赚钱。你不得不佩服这家敬业集团哦，这个亏损了那么久的一家公司，它1年内让它转亏为盈，开始赚钱。好，然后开始赚钱之后呢，当初的英国媒体是怎么写的？说哇，中国来的白衣骑士哦，这个拯救了英国钢铁公司啊，这个各种这个大报的一个头版啊，这个各种的专访都在这个讲这家公司有多神奇。好了，但是呢，敬业集团这个1年之内让它转亏为盈之后啊，这个也没有遇到好光景，因为后来你就看到电费变得很贵。那这个钢铁你要炼钢，哇，这个电费很重要。那你电费变得很贵，那你就没办法嘛，对吧？你的成本就高涨，那怎么办呢？你就很难经营，很难经营呢，他就去跟英国政府商量说，哎呀，那不然的话，你补贴我，那我继续经营嘛。那英国政府你知道他一直换首相，所以呢，这个首相承诺补贴，下一个来不认，各种，然后你好不容易要跟这个谈，哎，又换首相，已经很难经营。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敬业集团还是，哎，这没办法经营，怎么办呢？在商言商。那不然我就缩小规模，我就把这个炼钢的高炉给关闭，那我就缩小规模，节省成本，那我继续这个慢慢的经营下去。英国说不行，你不能关掉这个高炉，你不能停止这个炼钢，为什么？因为这是英国政府他们的政治考量。这个工厂呢，它所在之地就是英国工党很重要的一个票仓。好了，那这边呢也聘用了非常多的工人，工人背后代表都是选票，所以呢你不能随便的这个停产，这个缩编，裁减我的工人不可以。而且最重要的是啊，现在这家英国钢铁公司啊，它变成了全英国仅剩的唯一的炼钢厂，你再关掉的话，没办法，很丢脸，因为呢，关掉了之后，以前呢，这个工业化的起源，对不对？这个英国居然呢，连炼钢，连炼个最基本的钢都没地方，已经不会炼钢了，那不行。所以呢，他也不让他停掉高炉，那这个不行啊，那人家没赚钱啊，停掉也不行吗？他就不行。所以呢，后来呢，你就看到这个中国的这家敬业集团，我就是不合作嘛，对不对？我就消极嘛，我就是消极的进行。那后来呢，这个英国政府就说，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就收归国有。那当然啊，对于这个中国企业来讲，哈，那你收归国有，那你给我点赔偿嘛，对吧？没有，居然呢就突然间一纸公文说，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法令，我要国有化，所以我就收回来了。但是呢，我不给你任何赔偿。你就觉得荒唐了，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件事情你要说它针对中国，其实也不尽然哦。应该是说，中国刚好拥有了英国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国安很重要的一个企业的产业了，所以呢，现在他要把这样所谓的攸关国家安全的一个炼钢业收归国有，那就那么刚好是中国持有，所以呢，未来你可以继续看，但其实也有另外一些前提啦，因为其实现在英国有非常多的一些这种所谓牵动国家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企业都在中国人手上嘛，那也难保这个英国人会心里觉得怕怕的嘛。所以他说啊，这种攸关于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些产业不能够在外国的一些企业手中，所以他要收归国有。那只是刚好这家企业是中国的嘛，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英国钢铁公司最近发生的一个状况。但是啊，你就不得不说啊，李嘉诚真厉害啊。我们刚刚提到英国啊，这个半个英国都被中国人买走了嘛，讲的就是李嘉诚。那李嘉诚呢，其实那个时候危机入市，他在欧债危机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欧债危机的时候，他去逢低布局了非常多英国的一些基础建设，水利公司啊、电力公司啊、通讯公司啊，全部都买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人家讲说李嘉诚买下了半个英国，一点都不夸张。好，但最奇妙的是，他就在英国钢铁公司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他已经开始处理他手上这些产业了他从2026年大概年初1月份开始，他就开始卖。好，包括你看我们这个帮大家整理了英国的电网，它在2月份就卖掉了，卖了106亿英镑。铁路资产，它在1月份就卖掉了，卖了600亿港元。最近的呢，在5月份。英国电讯他们打电话那个它卖掉了43亿英镑。2026年它光是这些套现，它套回来2200亿港元。所以你真的是要看到哇，它真的是非常有眼光所以呢，它是不是早就闻到了英国政府会有对这些国营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基础建设会有一些动作，所以它都已经开始全部变现了，全部现在这现金在手上。那你就不得不讲到李嘉诚他的一个这个长江实业长和集团这个。他有一个这个投资哲学，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借鉴。他投资哲学是这样，他说他买东西他要买有现金流的东西。你刚刚去看那些水电通讯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在缴电话费？他要拿现金流。然后呢，你看到他说他的投资哲学是，他坚持不赚最后一块铜板。他不到最后的，就是他留点给别人赚的，所以你看到他很快就变现回来了。那你要说他没赚吗？他有赚。他除了这十几年当中，他赚到现金流之外，我们简单举个例英国电网，他持有了16年，他总回报率是234%这还没算他的现金流光是他卖掉的价值，所以你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眼光很好。好了，那接下来你要问我了，那他卖掉了英国的资产，他从这些很可能未来会有一点政治风险的一些资产当中退出来了之后，他把钱放哪里去了？你想跟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到最近呢，他其实看到了这个李嘉诚他们的集团呢正在出手新加坡的房地产，还有他回到了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几个国家，他都已经开始慢慢出手了。另外，他也重新回访香港，他在香港呢又开始出手一些健康的相关的产业了。所以你看到了。他的钱从欧洲挪回亚洲来了，选定的是一些比较有机会的一些城市又开始默默出手布局，但他布局的一个金额都不大就是小额开始。现在他手上还是有非常大笔的现金，这就是李嘉诚最厉害的，他就是危机入市，所以呢，他很可能是在等待下一个黑天鹅飞来的时候，就像当年的欧债危机，他去买欧洲资产一样，可能他在等一个机会，他这些现金就是到时候最大的底气。好了，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就想告诉大家，未来我们投资你不光是看英国我们今天不是特别要告诉你英国，而是从英国这个故事要告诉大家的是，你未来要投资你可能不仅仅是要看这个产业这个市场，你可能要多去了解的是到底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你除了看 EPS 看 ROE 之外呢，你还要看的是到底它当中的一个政治折价有多少，它的政治风险有多少，地缘政治它的隐忧有多少。因为你看如果现在大家都把国家安全往前放，已经放到了那个自由市场之前的话呢，哇，这很可能在以后的一些大家的投资布局当中都要把这些变数放在心上了而且未来你也会看到，我相信这不会是单单英国的状况你看美国之前也可能它要阻断中国拿晶片你看到荷兰也阻断 ASML 不让这个中国买机器你看到了加拿大也一样这个中国要投资矿产，我也是阻止你那所有呢这些阻止你国家出手的一个背后，它都告诉你一个大帽子：国家安全。所以呢，未来的世界国家安全很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呢，以前的投资如果你形容它是一个这个像购物中心，大家来这个地方自由买卖，那未来的世界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军事基地，全球化很像军事基地，因为呢，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去，不好意思，先查证件，先看你的政治正不正确。所以呢，以后的投资呢，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一个风貌了。那当然，我们还是有赚头的，只是我们要弄清楚那个游戏规则。好，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